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中国歼16D咆哮狼称呼正式公开，已经装备部队，美军在亚太的战力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未来2年内，中国的海空军力建设将冲击美军霸权。美军预测在建的003航母将在年底下水。与此同时，中国第4代舰载机定型，或将是 FC31的隐身舰载型电子战机歼16D咆哮狼也将大量装备。今天我们聊聊将制霸亚太地区、扶摇直上的中国海空军。我国在建中的航母被网友们称之为003号，由于还未服役，因此这艘航母还没有具体的舰名。不过从前2艘航母的命名规律来看，这艘航母或被命名为江苏舰。003号航空母舰的特点是吨位大，舰载机数量多，整体战力会超过海军前2艘航母之和。按照总段照片来看，003航母的水线宽度约为40米，相比于辽宁号的水线宽38米，福特号航母水线宽为41米，大致可以推测出003航母的吨位在8万吨以上。除了吨位大幅度增加之外，003航母也将采用电磁弹射器，舰载机出动效率大幅度提升。最终预计003航母标准配置就可以携带60架舰载机，多的话将达到70到80架舰载机。最近美国的有关报告中再次提及中方正在建造的新航母。在这份报告中，美国人预测中方003型航母将会在2021年年底下水进行测试。同时，美国认为最新的航母卫星图显示，003型航母的排水量可能远远高于美国之前预测的8万吨，连美国都感叹还是对中方的决心有所低估。003号的舰体建造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舰载电子系统和弹射系统的安装。003号航母的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拥有3条电磁弹射系统，可以搭载50架左右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搭载50架左右的固定翼舰载机。由于拥有了弹射系统，003号航母还可以搭载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预警机上舰后，可以大幅提高003号的作战能力。虽然是常规航母，但003号1万海里左右的续航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海军当前的需求，并且003的电磁弹射系统比尼米兹级的蒸汽弹射系统效率高得多，在作战中可以更快地把舰载全部弹射升空，这对航母海战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003号称得上是一艘超级航母，003号服役后会跻身世界最先进航母的行列。003航母目前已经完成分段合拢工作，未来还需进行甲板铺设、舰岛焊接等1年左右的工程，就将于今年年底下水，再算上西装和海试时间，最早可能于2023年左右服役。届时我们的3航母战斗群将真正碾压英国双航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2。003航母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动力问题，由于我们在水面舰艇核动力方面没有任何基础和经验，003航母大概率仍然采用常规动力，而这也是目前我们和美国航母最大的差距。种种消息表明，003航母仍然只是一个过渡产品，我们的004型航母已经在计划之内。外媒甚至多次传言，004航母已在渤海造船厂开工。如果要实现赶超福特级，004航母必须使用核动力设计，获得几乎无限的续航能力。其次还得继续增加排水量到10万吨以上，以求舰载机数量匹敌福特级。最后当然是海4代上舰，保证单机战斗机不输 F-35C。而这样一款终极版航母才是我们真正会实现大规模量产的。那么我们未来需要多少艘航母呢？对于我国广阔的领海和延伸至全球的国家利益而言，这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对于航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即便是003服役之后，3艘航母仍然是远远不足。考虑到航母定期维护、靠港补给、人员轮换等等因素，3艘航母最多只能保持2艘航母同时在线，而2艘航母的作战半径甚至还不足以覆盖我们全部领海的1半。客观来讲，为了保证西太平洋地区足以和美军势均力敌，我们在东部周边海域至少需要长期保持3艘以上的航母。而为了防范突发局势对于我国经济利益的威胁，在诸如印度洋这些海上运输战略通道上，也必须保持1到2艘航母长期巡航值守，以维持足够的威慑能力。确保不被人掐住脖子。要达到这样的战略意图，我们的航母总数至少也要在6艘以上。所以在003之后，004航母最少会量产3艘，甚至更多。美军航母排水量大，斜角甲板也宽阔，不但是降落区，也是起飞区。美军福特级在这块甲板上安装2条弹射器
和一部升降机，也充分利用了空间。我军正在建造的003航母弹射器的布局有3条弹射器，比福特级少了1条，但福特级斜角甲板里侧的那条弹射器利用不高，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的。总的来说，我军现役的2艘航母如果组成双航母战斗群，作战能力很强大。歼15飞鲨第3代战斗机就能搭载66架，很多国家的空军都没有这么多的数量。根据美国媒体防务新闻报道，在珠海航展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海军歼15舰载机的总设计师孙聪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人们应该能够看到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的好消息。他表示，在时机成熟时将公布更多的有关新舰载机的消息。同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也表示，新的舰载飞机将在2021年底前公布。尽管孙聪和中航工业都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该新舰载机的细节，但社交媒体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关新舰载机的传言，表示该机将采用隐身双垂尾设计。近年来有猜测认为，沈飞正在研制一种基于 FC-31设计为基础的新型舰载战斗机。作为中国航空母舰的下一代主力舰载机，中国目前共有2艘航母服役，它们都没有配备弹射器，而是采用滑跃甲板起飞。FC-31是一种双垂尾、双引擎中型战机，具有一些低可探测的特点，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肥电战斗机非常相似。FC-31于2012年10月首飞，并参加了2014年的珠海航展。该机最初可能是专为出口市场设计的，随后这款战机的设计经过了大量的改进，并制造出新的原型机，重新开始试飞。与歼15一样 ，FC-31迄今仍使用进口的俄罗斯发动机提供动力，但是中国在研发其国产战斗机发动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使用国产发动机的歼20隐身战斗机首次公开亮相。该机配备了2台 WS-10C 发动机，参加了多场飞行展示，凸显出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成就。在这次航展上 ，FC-31的缩尺模型与 PL-15E 超远程空导弹、PL-10E 短程空导弹和 LS-6250精确制导滑翔炸弹的模型一起展示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展厅入口处。防务专家表示 ，FC-31与美国的 F-35相似，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之一，而 PL-15E、PL-10E 和 LS-6250可以执行远程、近程空战以及对地面攻击等各种任务，使 FC-31能够在所有范围内针对所有目标作战。而 PL-15E 由于其超视距能力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导弹，性能格外强大。如果将 FC-31和这些武器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甚至要比 F-35更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猜测，为出口制造的 FC-31是否最终会成为中国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中航工业则表示 ，FC-31体现了中国的实力，是220系飞机家族的一项关键成就。近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解析了在2021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的歼 16D 电子战机。值得一提的是，官方使用了歼 16D 咆哮狼电子战机这一称呼，这也是官方首次证实歼 16D 电子战机咆哮狼这一称呼。根据视频介绍，歼 16D 即国产歼16歼击机系列中最新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的型号。该型机是专门针对防空压制任务而改进的机型。歼16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双发重型3代半战机，是攻防兼备的作战多面手。与中国空军装备的其他战机相比，在火控系统、雷达、操作系统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歼 16D 咆哮狼电子战机与常规的歼16战机在一些细节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歼16取消了机头右前方的机载光电探测系统，同时取消了机翼右侧的30毫米航炮，去掉了机身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加装了电子干扰设备。但是歼16最重要的大型有源相控阵雷达、超先进的航电系统、HUD 屏显等先进系统全部继承，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雷达技术。因此，歼 16D 咆哮狼电子战机综合性能无疑是非常强大的。由于歼 16D 的定位和功能与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类似，因此它也被广大军迷称呼为咆哮狼。直到今天，军事报道官方首次公开称呼歼 16D 咆哮狼电子战机。
空军专家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歼 16D 是一种战术电子战飞机，机动性好，携带的电子战设备可对敌方雷达、无线电通信等电子设备进行软杀伤。若加挂反辐射导弹，还可以对敌方电子设备进行硬杀伤，可以为其他机型的编队提供伴随护航。据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歼 16D 飞机投入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高空军电子进攻能力，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军事专家王明志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也表示，现代空中作战的突出特点就是信息主导。歼 16D 电子战飞机具有真攻防一体的信息作战能力，体现了空军空中信息攻防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空军在夺取空中战场至信息权、破击对手空防体系方面拥有了有效的手段和能力。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